那时候我跟我姐才刚开始跑夜市，我们都想说哇，这么多人，我们做得起来吗？到后来1年后，5、6摊做到只剩我这一摊，而且其他卖玉卖水晶的摊位，只要知道我们2姐妹在夜市卖水晶，他们就不会进来。信仰负重在人间，经典可以聚会化，天官五财神我老板。生命富足，身心光明，我是圆圆满满的圆心师姐。天官五财神就是我的老板，在这里我将替财神爷把话传达给各位观众，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启发。哇，身在台湾的我们其实我们真的很有福报呢。我们街头巷尾你会发现3步一小庙，5步一大庙，而且哪怕庙再小，那个神尊的样貌都非常活灵活现哦。如果各位有去到大陆，会发现因为信仰的断层嘛，他们的千年古刹的神佛的样子，其实都不如我们台湾的一个小庙来的活灵活现。台湾真的是宝岛。财神爷曾经这么告诉我，他说台湾是蓬莱仙岛。那个时候我就想，什么叫蓬莱仙岛？后来我查一下，我才明白蓬莱仙岛是众仙居住的地方啦。所以说台湾这里是有非常多的信仰融入在其中的。在这边也要跟各位分享关于阳庙，大家可以回去看之前的影片有介绍到怎么来准备贡品参拜。总之你记得进到阳庙来参拜，在神尊面前是心存恭敬，献上洁净的贡品，一定要很真诚的告诉他你的一切，你想要得到的愿望，请求神明帮助的部分，用什么样的德行来回馈，这样子呢会对各位是最好的。就如同我们说吃素、念经、布施这个都是要老实来的哦。我们可不能骗过神尊在他面前真诚的一切是最好的，不需要有任何的隐瞒，你就表白，哪怕你的心念歪掉了，他也都会知道。譬如说，如果你想求赚钱是为了要买毒品，他怎么可能会给你这个钱？其实我们在拜神大家注意。不是我拿着贡品对他上香就没事了也不要觉得说我嘴巴随便说说，可能神尊帮助你得到你要的愿望，然后你说好要来答谢你不来。当然神明很慈悲，他不会跟你计较这些，可是因为你的诺言，神明会提醒你。我们拜神，神明会看到我们的心，记得说不可能骗过神明，也包含就是不欺心啦，不欺骗自己的心。神尊他是很慈悲很有爱的，但是我们要真诚师姐，我想请问既然我们有提到阳庙，那是不是有阴庙的存在呢？对，是有的有阳就有阴，阴庙通常没有庙门，它不会有门神，然后通常它祭祀的是无主的孤魂野鬼，譬如说我们常见到的一些庙有百姓宫万应宫大众爷庙姑娘庙多数人对于阴庙都是感到哇好可怕，好担心，好怀疑，甚至好多都市传说都从阴庙开始。真的阴庙这么可怕吗？是很可怕，但是有方法敬拜他们的。阴庙其实不是说它很邪，我们不能参拜，这个不是绝对的事实。你会发现我们台湾也是有很多很有名的阴庙，也是很兴旺的。就像蛮多朋友到北台湾的18王宫去参拜，也不觉得阴也不觉得邪所以大家明白不是阴庙不能拜，而是它是有原则要遵守。所以我来跟你们好好分享我个人的亲身实例。我在20年前我曾经在夜市卖水晶卖玉，跟着我姐姐，我们这样一路夜市人生也12年当初呢进入到夜市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为财神爷做服务，我明白生意要好，夜市旁边的庙要参拜，那很刚好那个地方的夜市旁边是八圣宫，就跟我姐讨论怎么办，今天阳庙都没有，竟然只有阴庙。我到其他的夜市都有阳庙可以参拜，就这个地方它没有阳庙但后来我跟我姐讲说，我们还是要拜，因为神尊有交代，我们在夜市的闯荡就如同行走天涯，我们需要天的护法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我们还是要去拜他。拜他的时候财神爷有这么教我，他说你什么话都不要乱说，你就告诉他你叫什么名字，你住哪里你在夜市卖些什么，那请他慈悲帮忙，让生意兴旺。财神爷还教我你可以跟他求愿，但你一定要还愿。譬如说你可以告诉他今晚的生意我如果达到5000块，我就多一份金纸，如果达到了8000块，我又多了一份金纸，如果来到1万，把金纸又再 double。 然后呢我每天我的营业额多少，我在下一次要去做生意的时候，我会把它准备好去还愿给他。结果你知道吗，我当初进这个夜市同样卖水晶卖玉有5、6摊。那时候我跟我姐才刚开始跑夜市，我们都想说哇，这么多人我们做得起来吗？到后来1年后5、6摊做到只剩我这一摊，而且其他卖玉卖水晶的摊位，只要知道我们2姐妹在夜市卖水晶，他们就不会进来。
想知道更多财神爷的理念想法，还有我们怎么做会更好，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财神爷进入我们的生活中哦。所以这个是真实的哦，这个是真的不骗人。但是啊，我在面对霸圣公，我也很恭敬，我也当他是我的主神，然后呢，我也当他是阳神，并且我都说到做到。后来我发现哦，还有个更神奇的地方，就是因为当初我在都市市中心的夜市哦，其实我是在比较角落的位置，客人需要把整个夜市都逛完之后才会找到我。我卖玉卖水晶嘛，所以也会卖一些香品啊。然后呢，我在角落会点着香品，希望做烟供，然后希望有人家来买我们的水晶。我的客人啊，他要来夜市找我，他不知道我们两姐妹摆在哪，但是他告诉我们，只要从夜市门口走进来，他就闻到了我们摊位的香味，就那一股香味引导他来到我们的摊位面前。所以我就觉得哇，好感恩哦，这么多的无主孤魂哦，这样帮助我，很感谢。所以其实说真的，阴庙也很有情啊。他也对我们是很好的啊，但你不能乱说话哦。只要我们心存恭敬，我们说的礼多人不怪啦，大家都会疼爱你、喜欢你，也会帮助你啦。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曾经有的经验哦，跟各位分享。那有没有去跟阴庙拜完之后没有还愿的例子？有，我的客人里头，她是属于就是8大行业的小姐，然后呢，她也是啊，到处拜。基本上阳庙阴庙都会拜，因为拜了就是要求财，他也很需要有情感。然后呢，他的情感的状态一直都很辛苦，所以呢，他很不安稳。我会想要去关怀他，是因为他一直都是在接受男人的伤害。但是后来啊，我才发现，有时候我们人的生命的遭遇哦，如果你认真去想，你要想想你要负责任。怎么说？我看到他跟着我一样，也会拜阳神，也会拜阴神，但是啊，我们都是叫聘叫给啊。我们营业额到多少我们就还愿，可是我的这个客人啊，营业额到多少都没去还愿，所以一直到后来他的样子也是都周旋在各个男人中间，感情一段没一段的，他的生命过程也都没有变好。其实这些阴庙的阴神是有帮助到他，让他客源好，但是我发现他的客人就是都会伤害他的，会虐待他的，所以也跟各位说明一下，其实我觉得求财的方式有很多，主神也会帮助你，跟你有缘的，哪怕观音菩萨他不管财的，人家他也会帮助你有善因善缘。财神爷也是，其实霸圣爷公、万应公、姑娘庙这个也都可以呢。可是你一定要重视你的承诺，你得到了你要还愿，你有还愿，你照着承诺走，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好。就像当初我在做夜市的那个经验，纯粹就是我相信有神明的帮忙，大家喜欢我们的货品，然后有我跟我姐姐我们非常好的服务态度，所以就这样在夜市的人生曾经有过这么美好的回忆。这样听起来啊，是不是我拜阳庙你就可以不用还愿，那拜阴庙一定要还愿，会有这种差别？其实财神爷给我们的讯息不是这样的。他要说，不管是阴庙、阳庙，我们都要还愿，这是做人的诚信问题。所以怎么说哈，我们拜阳庙、拜财神爷，或是拜观音菩萨、拜妈祖啊都好，我们呢请他帮助我们，我们说好我们要怎么样还愿，我们要做到。当然，如果你没做到，以神尊的格啊，他是不会跟你计较这么一点点你的心愿啊。但是这是我们的诚信问题。那再来，你说阴庙呢？当然，你跟人家所求的，你一定也要还愿。但是因为阴庙的神格的问题，有可能你没还愿，他会很生气哦。我打个比方啦，譬如说今天如果乞丐跟你要100块，你不给他，他可能会生气过来打你哦。但是今天如果一个出家人啊跟你要100块，你没给他，他就笑笑而过，继续念他的阿弥陀佛，继续往前走。所以每个人的个性不同，神格也有差异。但是最主要，不管是阳庙阴庙，你跟人家讲了，你就要还愿，这是诚信问题。现代人的生活条件不同啊，当然我们很难像古时候陶渊明啊，像颜回啊，能够单瓢履空、家徒四壁这么简单的生活，他们能自得其乐，我们不见得有办法。我们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状态里头，所以我们很难不被我们的心思拉走的。但是我们要常常想，我们希望求神灵来帮助我们，可以过我们想要的生活。不管是你要求自己事业顺利啊，或是财源广进啊，要明白一句话，就是多做善事积阴德，福报自在生活中。祝福各位哦！我跟你说，我收到这个母娘我都很害怕，因为都是严母，每个都很严格，我真的就像小孩，我都不敢乱动，然后我都头低下来，我都这样